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3号。比特币昨天视频刚讲完，马上就突破了18000美金，所以也是恭喜粉丝朋友在讲15000抄底的比特币16000，涨的人都要飘了。这一根 K 线又吃到了，还是观点不变哦，你尽量给我抱住啊！现在有朋友也是在讲，他为什么就不回撤？这根大量算不算有效的一根大量？就是算一根有效的突破。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前面10号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观点，有2只大金鱼是在这个位置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资金大约是超过2亿美金哦。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今天再去观察一下这2个地址，后面要记住哦，一定要记住，它只要没卖的情况下，昨天提到的第2个上涨目标位20700点，那有没有第3个上涨的目标位？等下来跟大家复盘啊，包括以太坊或者是狗狗币的图形，以及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形跟1个小时的图形，如果再配合昨天的那个 CPI 公布的时间点以及美元的指数，到底要看到哪一个位置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这一根上涨大量很健康啊。因为以往的经验，像这种大量，而且是要过重要的关卡，就是整个中线，我们可以拉长来看一下，它这一个矩形一直在跟大家讲，有可能下去就是一个陷阱啊。现在是回上来了，回到这个矩形里面，那我的观点是不看这个位置啊，可能第2目标我不看，这个位置也不看，至少要看到25000。那25000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周线里面也有细心的朋友一直在聊啊。之前就是他们有提过，周线它其实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啊，就是这个楔形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楔形，所以我估计可能会回到这一个位置啊，就是第3目标位，我是在看这个位置，因为18000已经过了，它已经回到这一个矩形的区间。那既然能回到这个区间，就是说明下方都是陷阱啊！你再回进去，那这个矩形应该是要突破这几个高点，甚至把这个高点都给过，因为前面这个位置是整理了半年。那昨天还有跟朋友们聊到，就是整个 KD 指标，我昨天是在 Discord 社群里面再跟大家提到一个观点。你如果去回顾12月14号，当时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位置，为什么在18000？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估计还会有压回。那这一次我的观点是，已经连续10几天了，前面15000买的多单，或者是16000粉丝朋友有买的多单，我是觉得不要飘，反正后面要飘的位置有可能是在2万到3万附近，到时候看感觉要飘的时候，看要不要平仓。因为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讲，你要报要报，就是因为它的指标是不同，所以技术分析就看你相不相信啊。能写出这些指标的人，难道就比我们蠢吗？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这个位置10几天以来一直跟大家讲，它跟前面这个位置是不同。当时在这个高位它是背离的位置，然后这一次是在80上方强势钝化的位置，也就是一直跟大家提的，这个指标根本就不会破80，什么时候破80有可能才会调整的位置，也就是半年多以来，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比特币的 KD 指标什么时候有来到这一个80的上方，半年多了，已经是超过半年，所以你尽量就给我抱住，不要去管指标是不是在高档，或者是书籍上面的那一些理论知识啊，来到高档的话，有可能就是高点，会不会下去不一定啊，你一定要给我实抱住，因为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讲，你就回顾去年10月份，我记得是大陆在国庆的时候，这边一个位置突破，直接过了80，那后面是怎么涨的？疯狂的飙上去啊，而且是创了历史新高。所以，目前的位置，我的观点有可能会不会像这一波，只要你没有看到它破80的时候，你就不要随随便的拼。当然破80不是让你买哦，破80有可能下去还会有买点，因为类似这个位置，当时去年7月份启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过了80，那它压回80破80的位置，你在指它的时候找买点。老粉丝都知道吧，我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希望朋友们你要站在买方，而且是连续3天在提啊，你一定要买啊。那现在的一个位置还有哪一些重点
我要跟大家聊一下，其实上涨的目标除了$20,700，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讲的这一个25000估计都会过，就是周线里面的下降楔形，因为之前上涨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上升楔形，是在去年的21年的3月份这个高位啊，当时是有一个上升楔形看跌的结果。像这种它趋势跌破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估计都是会回到，至少都要回到这种起涨点的位置啊。所以现在的一个观点就是周线，我的观点应该是要回到25000，甚至超过25000。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目标位？我们要去观察一下美元指数，也就是昨天晚上公布的那个 CPI， 其实不重要啊。我们也可以来观察一下，就是昨天晚上披露的预测值是在 6.5， 现值也是 6.5， 没有什么惊喜。但是跟上个月去比对的话，它至少是从 7.1 再回落到 6.5， 因为上一次其实算是一个利好 7.3， 它是现值只有 7.1， 算是比预期还要低，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利好。但是这个月我感觉是没有惊喜啊，看下个月会不会有惊喜，或者是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一直在看多比特币，主要就是在之前周线的高位就有跟大家猜测，当然这个美元指数也不是真的全部就猜在这个高位，这个高位确实是有跟大家命中过这一条倾斜的压力线。跟大家聊到这个美元指数，它在05年、04年的这个低位是有一条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倾斜的压力区啊，连到这个位置是在09年的这个高位过不去，然后15年到17年的这2个高位也过不去，所以这一条线也是非常巧妙啊。之前在114的高位给大家猜准整个美元指数，那现在美元指数的日线，我前面在这个位置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啊，当时这边是有一个区间震荡破位，很多人是觉得它可能要再上去，我不是有提到一个观点，你去小心一下，它有可能会突破这个矩形然后再下去。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整个趋势是向下的。那还有一个观点，我们先看一下美元指数它的年线啊，就是这一条蓝色的250 MA， 现在已经是破了。破的话，所以我的观点是，比特币不排除有没有可能高位会不会突破这个250 MA。当然，昨天有跟大家讲到的第二个目标位就是20700点。也很接近这个250 MA 附近，所以第二目标位如果这个位置能过，那我的观点是美元指数既然是在破250 MA， 那比特币有可能这一波上涨到底会不会突破250 MA， 甚至去25000啊，高点的思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4个小时里面也是有朋友有在讲啊，这个高位的位置昨天在18000 CPI 公布的时候是有一度回撤，有一个大量，但是我的观点不同啊，这个大量虽然是在跌的，不过它价格已经是过了，所以你如果朋友们担心的话，波段的支撑你也可以从我昨天交代的$17500，你去观察一下，就是4个小时里面昨天就看这个实体啊，实体昨天其实在回踩，虽然是有破，但是实体一直收在18000上方，18000是很重要，现在整个市场的共识就是这个18000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美联储公布加息只有50个基点的时候，当时在这个高位也是实体的这2个位置，一个是收盘价，一个是开盘价，你去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同样是在这一条线上。所以我的观点是波段的支撑现在就是18000，也可以当成重要的一个支撑。那如果整理到位，短线会不会整理？整理了再上去，我们也要去重点观察一下这2只大金鱼啊，因为在10号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提到，2只大金鱼是在4号到7号之间是在追加这个比特币，应该就是在追啊。一个是在排名62名的这一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3FRMCR 的这一个钱包地址开头，后续我们要去记住啊，因为它是从来都没有过这个比特币，是在4号的时候转入，还有一个是在67名这一个 EJK2AM 开头的，也是在近7天左右转入了超过1万枚，估计就是在买。我们可以看一下点击进去的数据啊，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一个是在4号的时候转入了13800多枚，所以我们后续要每天去观察，只要它这一个钱包没有转出，
转出的话是不是在卖也是不排除啊，所以只要他们没有转出，我的观点是比特币我们底部抄底的多大，你就给我继续飘，或者是等到某一个高位看到他们在转出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钱包啊，这一个是在7号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转入了超过1万枚，所以这2只大金鱼我估计就是这一波拉升里面相对比较有实力的其中的一个主力啊。只要他们没卖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比特币反正你震荡到位就继续给我往上看嘛，当然短期可能会震荡，因为毕竟涨幅相对是有一点大。那至于其他的币种，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啊，狗狗币可能还是在震荡啊，因为它这一波涨幅是相对比较弱的，昨天是突破了这个矩形，量是有一点放出来。不过我的观点是你再去观察一下它会不会又回到这个矩形，因为现在也看不出来它到底会不会是有效的站上，上面还是有一些套牢的筹码。然后它这一波的上涨，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周线里面的一些均线组或者是指标啊，因为它现在周线的 KD 是还没有金叉啊，当然也不排除会不会金叉。如果是比特币能继续上，我的观点是下一步我们去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60 MA 还是一个压力区，在周线里面啊，因为狗狗币在之前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后，这一个拉升就是因为遇到周线的这个60 MA， 它这个位置如果是真的再上去，我们到时候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压力啊。然后狗狗币还有好的一点就是它月线是在金叉的结构，为什么不大涨？就是因为周线它没有金叉，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目前的整个区间还是类似我之前在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个结构啊，它现在的结构跟20年的这个结构一样，突破上去2个牛熊线是走成多方排列的结构，然后在这边横的一个区间会有压回，在这个位置横的区间会有压回。那后面我们观察一下它是怎么横的，就是20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它是在这边感觉也要死不活的，洗了很多的筹码，最终是一根突破，还会再洗啊。所以现在的位置我们也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有可能就类似之前的那一个区间，你就细心的观察一下它在这位置会不会继续横啊，或者是突破有没有可能再压回，要买的话就尽量早压回。另外其他的币种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其实短线也没有什么操作啊，短期就观察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给我突破。昨天有聊到的就是欧美的一些空头的技术派，他们是在讲这个趋势线这个低点连到10月份的这个低点，当时被跌破，欧美的技术派是一直在讲以太坊还要下去，但是我的观点是不同，主要就是这几个支撑位，前面的这一个矩形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啊。那现在其实这一个支撑，你如果要抬的话，我的观点就是目前已经过了矩形，那这个矩形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至于目标的话，短线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一条趋势线在反？不是哦，它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一条250 MA 短期是有一点压力啊，所以这一次既然美元是已经破了250 MA， 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以太坊不排除也是会过这一条，或者是短期会不会震荡，有没有再一次压回，然后看时间拉长到位以后看能不能调涨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